小伙伴，你敢信吗？作为曾经全欧洲的提款机，那个把 Made in Germany 打造成工业招牌的德国，现在居然有大批中产打工人，一想到每月的开销就两眼一抹黑，觉得日子快要过不下去了。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，德国按欧盟口径算的通胀率居然又反弹到了 2.8%， 其中最要命的能源价格同比直接暴涨了 7.2%。 这么一来，直接把食品、交通还有几乎所有的生活成本全都给带飞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桶原油、一艘天然气船的涨价到底是怎么变成一条无形的铁链，死死勒住你的钱包的。这股通胀再加上德国本土的神操作，是怎么一步步把普通人的日子搞得乱七八糟的。我们先翻翻德国经济的老底，德国能发家靠的是什么？硬核的制造业、化工业和机械重工。但是这只钢铁巨兽要跑起来，核心只有一条：稳定便宜的能源。可尴尬的是，德国本土除了能挖出一点劣质褐煤，连一滴油、一口气都产不出来。怎么办呢？之前的几十年，德国的算盘打得非常好，直接和东边的俄罗斯深度绑定。德国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我不管你在外面跟谁拍桌子，只要你俄罗斯给我提供白菜价的天然气，我就能开足马力生产全世界最好的机器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这就是相当于德国自己给自己挂上了一瓶俄罗斯的营养液，便宜好用，但命脉全捏在别人手里啊！小伙伴，你想想，不用自己挖矿，躺着拿最低的成本赚全球最高的利润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爽？但听起来没有白拿的便宜。那根管道有多粗，脖子上的绳子就有多紧。更魔幻的来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德国竟然整出了一出自废武功的绝活，搞所谓的能源转型。自己家好好的核电站咔嚓关了，便宜好用的传统能源也不让用了，这等于是在暴风来临之前亲手把家里的承重墙给拆了。后来发生了什么你也知道的，地缘政治冲突一爆发，东边的天然气直接断供，那根插在德国经济上的输液管被人一刀切断。你以为这只是两个国家买卖黄了的事？错了，能源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身影，那是大国博弈手里最锋利的刀。德国大厂的流水线不能停啊，你冬天公寓里的暖气也不能冻结冰了呀。德国被迫满世界找气，只能去买海运的液化天然气。这个时候，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笑眯眯的拿着天价账单来敲门了 ，Bro， 用我的气吧，安全。这就相当于你渴得要命，有人递给你一瓶矿泉水，然后跟你收半套房子的钱，这哪里叫买气啊，这叫交保护费。好了，德国的工业以前玩的是低成本闷声发大财模式，现在被人硬生生掐着脖子换成了交天价保护费的安全模式，整个国家经济的底层逻辑全变了。听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人想，能源涨价我懂呀，无非就是开车加油贵了，冬天暖气费也贵了，那为什么连买菜、坐公交，甚至衣服都在涨价？这才是真正残忍的地方呀！宏观的账最后都是你在微观里还的。打个比方，汉斯大叔开了一家给全镇超市和餐馆供货的面包厂。以前这家厂从烤炉、发酵设备到热水系统，用的全是隔壁镇谢尔盖特供的白菜价天然气，每个月气费才区100块钱，所以一个超级大的黑麦面包也就卖10块钱，镇上的老百姓买得起，餐馆也乐意用，大家觉得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岁月静好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谢尔盖翻脸不卖气了，汉斯大叔直接傻眼，为了保住生产线不断供，只能硬着头皮去买国际市场上的天价液化天然气。结果月底账单寄过来一看，两眼一黑，气费直接飙到了1000块，翻了整整10倍。不过呢，天然气毕竟只是成本的一部分，汉斯也不至于一口气把面包卖出天价，只能咬咬牙，先把黑麦面包从10块钱微调到了12块钱。这是第一层传导，能源本身变贵，最先最直接的砸在了工厂的生产成本上。这只是开始，没过多久，送面粉的货车司机找上门了，汉斯啊，现在柴油贵的可以换金子了，治运费得加钱。紧接着农场主也来了，汉斯，造化肥得用天然气，你懂不啦？现在化肥贵得要上天，小麦必须涨价，最后连做包装袋的厂长都来诉苦，说什么电费、纸浆、物流全线暴涨，包装袋也必须提价。汉斯大叔这一圈听下来心都凉了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根本不是天然气这一样东西变贵了，而是整条供应链都在组团抢钱。没办法，为了不破产，汉斯大叔只能含泪把面包从12块又提到了15块。这就是第二层传导，上游原料、运输、包装和能源手拉手一起涨，最后演变成了万物皆涨。接下来最要命的第3层来了，打工人们下了班回到家一看，彻底绷不住了呀，取暖费暴涨，油费暴涨，连去趟超市买几个番茄心都在滴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工会大旗一挥，
罢工，必须涨工资。汉斯大叔的利润早就比纸还薄了，为了留住工人，只能被迫给员工涨薪。可是工资一涨，工厂的人力成本是不是又被继续推高了？汉斯大叔为了活下去，只能把心一横，把面包从15块涨到了18块。经济学里管这个叫通胀螺旋，说白了就是一个越涨越穷，越穷越涨的死循环。而且在德国，这个通胀螺旋还要加上一套本土的加速器。到了2026年，中东局势升级，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堵了，全世界1/5的石油运不出来。德国作为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纯进口国，只能拿老百姓的钱包硬扛这场能源风暴。我们请出今天的主角，每天跨城通勤的普通打工人小伙伴你以前加满一箱油也就80欧，现在直接飙到了115欧以上。周末去超市买一周的口粮，原来100欧搞定，现在随便拿点肉和菜，结账直接跳到了135欧，更别提燃气费，每个月硬生生被拔高了40-50欧。就这样，每个月凭空多出200-300欧的开销。你可能要问了，那国际油价跌的时候，德国政府难道不管，不能把油价压一压吗？太天真了呀，小伙伴！你在加油站计价器上看到的那个让你流泪的数字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裸油价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油价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。首先，在原本的汽油底价上死压着一层能源税。根据能源税法，每1000升汽油要收721欧元的能源税。这还没完，为了高大上的环保 KPI， 你还得为每吨在55到65欧元之间上下浮动的 CO2 碳排放税买单。等这几项加起来滚成一个大雪球以后，在这个总数上统一再给你叠加 19% 的增值税，这才是最要命的税上加税啊！也就是说，国际油价涨那是大老远飞过来的第一拳，国内这沉甸甸的能源税和碳价是精准补上了第二拳，最后那个增值税是 Finanzamt 在你流血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绝对不是报复性消费，而是疯狂砍预算，换新车算了吧，全家度假往后靠。汉斯大叔的黑麦大面包不吃了。当千万个你同时捂紧钱包，甚至把钱包锁死，最惨烈的一幕发生了，老百姓不买单，产品卖不出去，企业的成本又压不下来，最后只能干嘛？裁员。最让人窒息的数据来了，2026年3月份，德国未经计调的失业人数连续第3个月突破300万大关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慕尼黑常住人口都没有300万呢，这是2014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惨状。单是制造业，最新公开数据里，1月份的就业人数就同比蒸发了17.8万个岗位。这就是为什么4月8日美国和伊朗达成短期停火协议时，德国政府差点就要放鞭炮庆祝，因为只要外部能源和航运局势能稍微缓一口气，国内物价压力就有机会缓一缓。政府现在甚至在焦头烂额的讨论，到底要不要重启对低收入家庭的能源补贴。发吧，政府没什么钱，因为有债务刹车机制，而且会进一步推高通胀。不发吧，老百姓真的要受冻挨饿了。所以我们作为普通人最无奈最心酸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你明明每天都在努力工作，按时交税，什么都没做错，却要为一场你根本无法左右的大国博弈买单。地缘政治、能源安全、大国制裁，这些听起来高高在上的词汇，最后都会变成一张张账单，精确的塞进你家的信箱里。但是如果你以为交不起能源费，加不起油，去超市连肉都不敢拿，这场危机就真的到底了吗？大错特错，跟你讲，小雨下期的影片就要好好聊一聊德国那些撑起国家脊梁的1000亿级工业巨头们，正在连夜改签机票，疯狂逃离欧洲，而那个在背后悄悄抽血的，恰恰是大西洋对岸的那个笑眯眯的好哥们。资本外逃，超级大国互相捅刀，这场宏观的商战最后化成了一把大铁锤，又一次精准地砸向了我们的饭碗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想错过的小伙伴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我是小雨，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，下次见。